欢迎收看第10477期北京不静音。伊朗的局势非常令人忧心，因为伊朗当局已经开始了血腥镇压。目前据说已经有超过2000的伊朗平民伤亡，非常的惨烈啊。那么未来的48小时之内，这个局势可能会更加剧烈的动荡，会有更多的人伤亡，以及呢，我们会看国际社会上，尤其是美国还有以色列，会不会以某种形式去介入，推动伊朗的一个变革。因为确实需要外力啊，伊朗人已经非常的努力的在抗争了，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抗争是持续的，一会儿我会讲到。那么非常不巧呢，未来这48小时呢，我的频道会停更，因为我要出去一趟啊，所以呢，本期节目之后，下一次我更新就是1月14日巴黎时间下午2点，会有一场北京对话啊。那么具体嘉宾是谁，我们聊什么话题，大家就关注我频道的这个社群啊，我会发公告的。所以呢，伊朗的事儿，我们用今天这期节目先简单聊一聊。首先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勇敢的伊朗女人们啊，有一个视频我在 Shorts 已经发过了，我们再放一下吧。这个是从她开始的啊，所以我们از اون ور 他把这个哈梅内伊的这个照片啊给点燃了，用来点烟。他的这个行为牛在哪里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它是2层含义上的反抗。第一层含义呢，他烧的这个人啊，这张脸是伊朗的政权以及宗教的一个最高领袖啊。但是呢，在这个视频里，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是我用来点烟的一个一次性的消耗品啊，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是一个一次性的消耗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啊，就是伊朗它其实是在讲啊，我这种道德的正当性啊、合法性啊、权威性，我把这个东西烧掉。这个和单独去烧一个挂在街面上的这个哈梅内伊的这个画像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有个体的身体的介入啊，我用你来给我点烟啊，非常的厉害啊，这个象征性。那么第二层反抗呢，因为她本身是一个女性，那我们都知道伊朗对于女性的这种控制啊，在伊朗人们受到压迫，那你的性别，男性跟女性，你受到这个压迫是还不一样，女性呢会更多的扣上这种道德不检点啊这样的帽子，尤其是伊朗女性的这个抽烟啊当中的这个抽烟啊，被伊朗当局经常会扣以这个什么不检点啊这种道德行为上的谴责，所以刚才这个行为又抽烟又用你这个哈梅内伊来点烟，等于是双重的一个反抗，所以这个迅速的成为了就是大家去效仿的啊这么一个梗了啊。所以你看有很多的女性都在做这个事儿，你看都是用哈梅内伊的这个照片去点烟啊，还有这样的啊，然后还有这样的啊，非常勇敢啊这些女性。然后还有被做成了这个漫画风格的啊，漫画风格的，现在等于全球都在传啊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我们知道，就是他们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首先呢，事后肯定会有，如果说这一次没能把哈梅内伊政府去推翻的话，那么这些实实在在露脸的在社交媒体上去做这种行为的女性，肯定会被事后的打击报复。有人就说了，说你看看伊朗啊，不是香港，伊朗的女性啊这么的勇敢，然后有的人就说啊，中国人比不上伊朗的女人啊，无论男人女人都比不上伊朗的女人。但是我觉得呢，我们在此说一点点公道话，就是这2个国家的这种压迫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在伊朗呢，你会面临的是实实在在的这个道德警察啊，你比如抓到女性没有戴头巾或者什么当众抽烟或者什么的，他就会直接会打你啊，这是很直接的一种暴力。但是在中国这些东西是比较隐形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受到这个伤害和迫害是一种隐形的，你不知道谁在迫害你啊。你到有关部门，你到一个什么地方啊，人家都说啊，我们上级交代政策是这样。等等，全都在踢皮球。但是呢，你从生到死，中国人啊，从生到死，你每一个环节，你都被这个政权所控制，每一个节点，
你不敢有任何的反抗。你说在中国，我们就刚才就看这个形势，你比如像这样，你拿习近平这点烟行不行啊？能不能成为一种效仿中国人？你至少先做到这一层反抗吧，对吧？你这一层都没有，你怎么可能渴望说像伊朗那样获得自由呢？就即便伊朗这样都不一定能够获得自由，对吧？那你中国人连这个反抗程度都没有的话，你怎么可能寄希望于自由呢？但是还挺有意思的，有人就做了啊，也有做了这些图，我不知道是不是 AI 做的。我首先是在 ins 上看到这么一张图，这应该可能是在台湾啊，于是我也受这个启发啊，我就等于给自己也做了一个图，在天安门广场上去这个，我为什么不拿我的这个真脸去做这个图？因为我本人不抽烟，所以我觉得这个形象跟我不太匹配，我就拿我自己的头像来做啊，其实也一样。然后呢，还有人做了一个这个视频，中国女孩啊烧习近平，这个也很酷，是吧？啊，这应该是 AI 做的，就是我觉得不重要啊，就是在中国你做这个事情的这个代价会更大，因为它有很多的连坐的性质啊，你整个这个家族，因为中国的尤其是男人啊，他会背负非常重的一个心理道德上的负担，就是你一个人你去反共，或者说你朝这个天安门这个毛泽东什么这个画像泼墨水，或者你烧习近平的画像，你自己可以很勇敢，但是你会连累你的家人，连累你的从祖辈到孙辈啊，你全都会连累。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隐性的压力，这在中国这一点上跟伊朗有一些不同，有一些不同。我当然不是否认这个伊朗女人的勇敢啊，她相当的勇敢啊，相当的勇敢。再给大家看啊，还有这样的，你看，把这个头巾摘下来，这是伊朗的这些女学生啊，冲着哈梅内伊竖中指。当然了，还有不只是年轻人了，我们这还有一位老人家啊，也是女性啊，你看满嘴的是血，我给大家放这个视频啊。他在说什么呢？他就在说他已经死去47年了，就是现在伊朗的这个垃圾政权啊，已经47年了。他意思是说我不怕啊，我不怕，我已经死去47年了，满嘴是血。我们再看一遍。这些都是非常令人动容啊，所以他们这一次能不能够成功的推翻这个哈梅内伊的政权，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尤其是未来的48小时之内啊，大家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情了，我们密切关注它啊。虽然我不能做节目去更新啊，但是我们密切关注它。但是我们要看到，就走到今天，伊朗啊，过去这些年持续的都有这种运动。持续的都有这个，每一次都有突破，这种抗争，当然前面几次都失败了，但是呢，都在累积，这个是必然的过程。所以中国人我们也不要那么的羡慕，对吧？你中国有没有一天可以让大家感觉说，哎，这次有机会了，能推翻掉中共的统治了？我觉得这个点还没有到来，对吧？还没有人敢做这样的事情。还没有说那么多的人去反抗中共的这个暴政啊，大家都还在害怕啊，还在恐惧，还在就是怎么说呢，顾左右而言他，还在有各种各样的犬儒的表现，还在等待别人来救啊，自己什么都不做，这是中国的现在一个情况。当然，我说这个话不是说在苛责中国人，我也是想分析，就是当然今天分析的不够了，就算我抛砖引玉啊，就是伊朗跟中国两国的这种严厉的统治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当然了，无论是有多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啊，哪怕有像美国这样的外力介入啊，但最重要的还是你本国人的一个抵抗的意志，你反抗的这么一种情形，你才能够让别人来帮你。如果现在啊，伊朗人没有付出血的代价，就这么结束了，那美国也很难去介入。对中国人来说也是这样，你想不付出血的代价，就从这个吃人血馒头的中共手里把政权夺回来，也是不可能的。伊朗人也在示范给中国人看，尤其是刚才我放的所有这些伊朗女人们。那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就密切的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以及呢，把所有的祝福都送给伊朗人。感谢收看、订阅、分享。